这个破破烂烂的旧手机，店长猜到这里面一定有着很重要的东西。还好，不一会儿时间，店长就将修好的手机递给佩奇。他连忙将手机贴近耳朵，听筒里也传来了一条熟悉的留言。虽然他已经听过无数遍，可只要这个女人的声音再次响起，他依然会为此红了眼眶。原来8年前佩奇即将结婚，却在婚礼当天狠心抛下了初恋新娘。明明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，可新娘却感受不到一丁点的温暖。随着佩奇的离开，乔西的心也碎了。而他不知道，新郎之所以离开，是因为去参加一个音乐比赛的面试。面试通过后，佩奇也被工作人员直接带走。他甚至没来得及参加自己的婚礼，甚至没来得及和身边最重要的人道别。8年时间一晃而过，如今的佩奇已是红透半边天的大腕明星，可他却时常因自己当初的行为感到愧疚。由于实在没有勇气与乔西当面解释，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听着手机里当初的那条语音留言。这种状态也一直持续了8年之久。本以为此生两人将再无交集，可一则新闻的出现，又让他们有了平行线上的交叉点。看着儿时好友离世的消息，佩奇决定回去参加发小的告别仪式，而他也因此终于回到了这个离开了8年的地方。回到家后，父子2人的画面充满了生疏。桌子上虽然还放着自己儿时和母亲的照片，但母亲生前最爱的花园也已荒废多年。他恍如隔世，眼前的一切早已物是人非，而他为了自己所谓的梦想，已经错过了太多太多。随后他把电话打给了自己的经纪人，告诉了他自己不辞而别的原因。 I'm sorry. You're sorry. That's good. 经纪人表现得很愤怒，可在得知是因为佩奇的发小离世后，还是表示会帮他处理好一切善后工作。第2天，他骑上了自己高中时的自行车，到处打听乔西的住处和工作地址。虽然超市里到处摆放着有他封面的杂志，可似乎这里的人都不太待见他。好在一个偶然下，他还是看见了心心念念的乔西。一番思想斗争后，他还是决定面对这个被自己伤透了的女人。乔西告诉他，在他离开这的8年里，小镇上发生了很多变故，自己的妈妈也在5年前离世。既然你不关心小镇上的一切，那么这里的一切也与你无关。其实得出来，小镇上的人异常团结，就连买花的老太太对佩奇也表示不屑。Idiot！ 当年你抛下所有人离开小镇，如今在我熬过最艰难的日子后，你又回来了。凭什么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？活该的佩奇被怼得哑口无言。就在空气都即将凝固时，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走了进来，让佩奇刚凉透的心又有了一丝温热。他低下头询问小女孩的年龄，在得知女孩7岁后，佩奇似乎明白了一切，见事情已经瞒不住了。喝了一大口啤酒后，乔西告诉他，发现怀孕是在他离开的2周后。本想打电话告诉佩奇怀孕的事，可无奈电话怎么也打不通，于是决定自己抚养女儿长大。女儿也不会跟他有任何关系，因为他根本无法想象母女俩的这8年是怎么熬过来的。说到这，乔西眼里已经满是泪水，这让佩奇的自责感越发浓烈。就在他准备告诉乔西8年来自己无时无刻不在自责与愧疚时，乔西的哥哥走了进来，告诉他自己的妹妹不需要他可怜，并让他现在就滚出小镇。见着家，他开始质问父亲，为什么不告诉我有一个女儿？父亲却说，我告诉过你，是你自己不接我的电话。我到你的演唱会后台去找你，却被保安当作疯子一样拦在了外面。听完父亲的话，他才意识到身边最亲近的人已经被他挨着伤害了个遍。而父亲则告诉佩奇，他的行为让自己面对小镇上的人，以及面对乔西和那乖巧的孙女时。 So yeah, shame on me. 隔天，佩奇向乔西提出想要见见女儿。见眼前的男人略带恳求的态度，他有些心软了。他告诉佩奇，这件事情需要征求女儿的意见。回家后，乔西跟女儿谈起了关于父亲的话题，可机灵的女儿似乎早已看出端倪。The guy from outside the church and the flower shop, right? You two weren't exactly subtle, if you know what I mean. 原来女儿早已知晓。乔西告诉女儿，不要因为这些年没有父亲而心生怨恨，因为佩奇根本就不知道有他这个孩子。为此，女儿表示理解，并提议邀请佩奇到家里吃晚饭。 Are you sure? Yeah, I'm sure. 在得知女儿邀请自己一起吃饭时，佩奇高兴坏了。晚饭时，佩奇送给女儿一个特大号的泰迪熊，给乔西也买了当年他喜欢的项链。可女儿却告诉佩奇，自己虽然喜欢泰迪熊，但那也是自己4岁时的事了，并且自己还不会称呼他为爸爸，因为他们彼此之间都还不了解。而乔西也表示自己早已不喜欢这样的款式了。确实是，时间和人都会往前走，谁又会一直待在原地等你呢？有些事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晚饭后，女儿带佩奇看了自己的兔子，还主动说他们之间应该互相多一些了解，并主动让佩奇明天接自己放学。临走时，和乔西也逐渐没有了往日的生疏。可在佩奇表示自己要接女儿放学时，乔西有些难以接受，这进展未免也太快了吧？凭什么你就这样突然闯进我的生活？凭什么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？佩奇也明白自己有些唐突，但自己毕竟是女儿的父亲，他需要和女儿有更多的了解。
恳求着乔西的同时，甚至还跪了下来。乔西见状也心软同意了。第二天，佩奇准时到学校接女儿放学，但他的豪华跑车却遭到了女儿的嫌弃，因为老师曾经说过，乘坐敞篷车费一会儿时间，让这8年未见的父女俩逐渐熟络起来。佩奇开始在女儿面前即兴弹唱，他们一起创作着一首关于家的歌曲，而也正是因为这首歌，让这个7岁的小女孩好好的火了一把。佩奇偶然间见识到了女儿的音乐天分，从未接触过吉他却玩得有模有样，他终于知道该送女儿什么礼物了。这天以后，他们时常会一起唱歌，会一起逛街，把母亲生前最爱的玫瑰园也重新拾掇了起来，在一起的生活也越来越温馨。佩奇的突然出现，确实也让这个家变得更有温度。这天晚上，女儿问了佩奇一个问题 What happened? I mean, why'd you leave my mama? 佩奇解释说自己当时太年轻太傻，他的莽撞也伤害了很多人，自己也因此迷失了，并且一直找不到回去的路。 But you found your way back now. You're back, right? Yeah. Yeah, I'm back, Billy. 听着父女间的对话，乔西也对他们的曾经逐渐释怀。随后，女儿又问了佩奇一个问题 Could I maybe call you Dad? 一个简单的问题，却将佩奇的心完全融化。随后，他来到屋外征求乔西的意见。乔西告诉他，这不仅是一个称呼，更是一个责任，一个永恒的责任。佩奇则表示自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。送乔西回家的路上，言语间他们逐渐对过去释怀。为了女儿，乔西也愿意再给佩奇一个机会。他决定从8年后的第一个约会开始。Are you ready for that? Oh, I'm ready. With thee, Liam Page. 佩奇用专车把乔西接到一处秘密地点，他的穿着华丽且隆重，随后漫步走过生机勃勃的花海，也象征着他们爱情的重生。他缓缓走向这个8年前就托付终身的男人，久违的幸福也让乔西脸上露出了笑容。随后，他们朝着幸福的方向起航，穿过夜晚如繁星般的城市上空，一起出席了最为盛大的宴会，并向全世界宣告了自己的恋情。他们享受着身边的一切，可他们却不知道一场变故正在悄然发生。这天，一家人在院子里家庭聚会，突然舅舅发现侄女儿小脸涨得通红，显然是被食物卡住了。舅舅和乔西急忙采取急救，而佩奇则愣在一旁不知所措。这一幕也让他回忆起小时候母亲被抢救时的情景，那时的他与现在一样站在旁边无助到绝望，这也成为了他的童年阴影。还好舅舅用急救法化解了危机，佩奇依然不知所措地站在一旁，看见舅舅失望的表情后，他也选择了黯然离开。自责的佩奇晚上到酒吧买醉，舅舅也跟着出现，他指责佩奇不配做一个父亲，如果今天单独和女儿相处，可能已经没命了。而他除了在一旁看着，也只会喝酒买醉，并告诉他如果没有做好十足的准备，就不要轻易走进别人的生活。佩奇没有反驳，经过一夜的自我挣扎后，他确信了这样的自己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父亲，于是他选择了再次离开，只在父亲的咖啡机上留了一张字条。随后他再次开启了全国巡演，试图用工作来麻痹对他们母女的思念。他将这份感情如此，佩奇则告诉了山姆那天发生的事情，告诉了他关键时刻自己只会愣在原地，女儿还因此差点丢掉了性命。山姆则告诉佩奇，你之所以会和母亲被抢救时一样愣在原地，是因为女儿和母亲对你来说同样重要。每个人都会搞砸一些事情，但重要的是要有直面一切困难的勇气。8年来，乔西面前不是没有出现过其他男人。 Josie doesn't love them, Liam. She loves you. And lucky for her, man. You love her too. 山姆的话让佩奇幡然起身，便下了飞机，随后开始奔跑。他要赶上最快一班回家的飞机。他拿出那个破旧的电话，一遍遍听着当年乔西寻找他的留言，而这一次他终于回复了。Hey, it's Josie. Leave a message. Hey, Josie. It's me. It's taken me 8 years to return this message. 他说失去母亲是他一生的阴影，在那之后他一直会害怕再次失去最爱的人，就像失去母亲时那样。所以8年前他像个懦夫一样逃了，但这次他真的准备好了，决定用整个余生来做一个像样的父亲，做一个像样的丈夫，并且再也不会离开。这个大雨滂沱的夜晚，他来到乔西家门前，